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但我相信今天将是我幸福的开始。着火了！文宁，老公，你救我！老公！我给嫂嫂吹吹就不疼了。平时你故意捣乱破坏就算了，为什么今天还要破坏我的婚礼，把我害成这样？我没有，不是我做的。年年，出去。出去。婉宁，年年不过就是一个连话都说不明白的孩子，你这样冤枉他不太好吧？哎呀，不过看在你没有几口气可以活的份上，我不妨告诉你真相，所有你以为年年干的事情，其实都是我做的。是你们把我害成这样，乔少谦，我把沈氏集团都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要把我害成这样？这些都是我的杰作，少谦他毫不知情的。宝贝，多亏了你，我这个沈氏唯一的继承人，才能这么快的结束沈氏集团。乔少谦，爸妈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婉宁，你看清楚了。紧急报道：沈氏集团夫妻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发生车祸，双双身亡。婉宁，我送你去见他们好不好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我是为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跟你爸妈一样瞧不起我。我没实力，没钱，什么都得听你的。婉宁，你知道跟你在一起我有多卑微吗？啊，连家的狗都不如。要不是为了你们沈家的钱，你觉得我能忍到现在吗？啊，对了，婉宁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乔年啊，他根本就不是少谦的弟弟，更不是你的小叔子，而是我跟少谦的孩子。我的老公，我的闺蜜，我最信任的两个人居然一起背叛我，害我伤残。若是重来一次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要不是为了你们沈家的钱，觉得我能忍到现在吗？而是跟少谦的新婚快乐！我重生了，我居然重生回到了结婚前一天。婉宁，你怎么哭了？哼，文婷，我最好的闺蜜，
如果不是死在你手里一回，我真看不出你这副关心我的面孔下藏着害死我的心。你应该不会是以为结婚后就见不到我们了吧？好啦，明天就是你的婚礼啦，要是把脸哭肿了就不好了。去看看我们为你布置的婚房吧。天哪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年年，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捣乱了啊？你这个熊孩子在干什么？这可都是高档化妆品，晚年明天化妆还要用呢，全被你给毁了。不是我弄的，我只是想帮忙收拾。这个房间就你一个人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婉宁，你这个小叔子今天一定要教训一下，太不像话了。所有你以为年年干的事情，其实都是我做的。上一世婚房被破坏，文婷嫁祸给乔年，我信以为真，动手打了他。乔少谦却拿我苛责小叔子做借口，要我把沈氏集团总经理的位置让给他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上你的当。是啊，婉宁，你这小叔子也太过分了，胡闹也不看时候的。就算是对你再不满，也不能把你婚房弄成这个样子啊！今天可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刻，婉宁，要我说，你真得好好教育一下他，否则以后有你好受的了。沈婉宁，只要你敢动手打年年，少谦就会立刻要求你把沈氏集团总经理的位置让出来。等我们得到了沈氏集团，少谦就会跟你离婚，跟我结婚。想让我当坏人，我偏偏要做善解人意的长嫂。婉宁，你不要生气，年年还小不懂事儿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你千万不要动手打他呀。文婷，不是你说让我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懂事的小叔子吗？是啊，可是年年他毕竟还是个孩子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好不好？不就是乔少谦马上要来了吗？那我就陪你演一出。沈婉宁，你要是敢动年年一下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干嘛打我呀？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吓我一跳，我怎么可能打到文婷嘛？那你的意思，如果我不来，你这一巴掌就在年年脸上了是吗？老公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你还装什么装？你看年年被你吓的。年年，嫂嫂相信不是你做的啊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嫂嫂不会怪你的。老婆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当然是在安慰年年呀，她这么小，一个人被关在房子里这么久，肯定会害怕的。婉宁，年年把你婚房弄成这样，你不生气吗？文婷，你在说什么呢？难道你亲眼看见年年把房子弄成这样了？啊，那倒没有，不过的确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房子里啊。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这么恶毒呢？再说了，那婚纱照那么高，他怎么可能够得着啊？沈婉宁平时最讨厌年年，今天怎么转性了？年年，你跟嫂嫂说，是你自己过来玩的吗？不是，是他叫我上来的。年年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是文婷阿姨让你过来的？你这个小孩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们不会是认为我把年年关在房子里面，故意诬陷他吧？啊，婉宁，文婷为了咱俩婚礼的事一宿没睡，怎么可能是他弄的吧？是啊，婉宁，你要相信我呀。文婷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当然不会怀疑你了。
我跟少谦这一路走来都是你在背后默默支持我，但是呢，今天这里的所有赔偿都要由你负责。凭什么让我来赔偿？文婷，你是我的伴娘，是你自己主动说要负责这里的所有事宜，还让我给你100万作为装置费用。现在这婚房被毁，我不找你赔偿还能找谁啊？可是这100万我都已经花出去了。再说了，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条件。沈婉宁怎么回事？她明知道我家里穷，平时她都舍不得花我1分钱，今天居然要我赔偿。那要不然明天先不办婚礼了，我先报警，警察一定能从指纹痕迹里找到搞破坏的人。不行！你们两个怎么这么紧张啊？老婆，咱俩婚礼的请帖都发出去了，怎么能这个时候取消啊？是啊，婉宁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来负责的，还是我来给你赔偿吧。主要是我不想让这件事情耽误了你的婚礼。婉婷，你果然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那就赶紧把钱还了吧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婉宁，这婚纱都剪烂了，明天可怎么穿呀？原来婚纱才是你的目的，文婷，你好狠！既然如此，那这一世的婚纱，你就好好给我筹备。文婷，再准备一套婚纱，你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当然了，婉宁，你放心吧，明天我一定给你准备一件让你满意的婚纱。沈婉宁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明天的婚礼我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。记得把这里收拾好哦，我有洁癖。总经理的位置没有拿到，还白白损失了100万，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？好了，这100万都是我补偿给你，等我把沈氏集团拿到手，我劝他离婚，把你娶进来。好，到时候我们一家3口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好好好，今晚就当是咱俩的洞房花烛夜。文婷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我的老公，那明天我就把他送给你，让你们一家3口好好团圆。乔年今年6岁，6年前我刚和乔少卿在一起，那时候他们就开始设计我，还设计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文婷，文婷，哦，文婷！文婷，快住我弟弟，快点发高烧，总经理也救不了，能不能让给医生帮个忙？赶紧进去！40度高烧，还贫血，幸好沈小姐的血型能够匹配。不过这孩子的嗓子被烧坏了，以后开口恐怕就难了。婉宁啊，这个乔少谦托你进沈氏集团工作，现在连弟弟都要交给你来照顾，以后是不是要把他们全家人都托付给你啊？我坚决反对你跟这种凤凰男在一起。爸，少谦他会努力的。原来爸爸一直都在为我着想。嫂嫂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吹的花。为什么会是他们的儿子？嫂嫂，这是你给我准备的，你
随身带着。我对你这么凶，你不生气吗？你为什么不恨我？因为当初是嫂嫂输血救了我。你都记得，为什么这么坏的两个人会生出这么善良的孩子？我怎么忍心把怨恨放在他的身上？乔总和海外缇娜的合作已经全部终止，缇娜方话不再和沈氏合作，接下来该怎么处理？之前但凡是乔少谦想要的项目，我都毫无保留的交给他，结果这个蠢货把所有合作方都得罪透，害沈氏失去不少业务。总经理，这个项目我来负责，乔少谦现在负责的所有项目全部停掉，交给其他人去做。全部收回？可乔先生那边……你不用管他，直接通知人事，把乔少谦开了。总经理平时最是心疼这个疯狂男，今天居然要开了他。听不懂人话？懂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但这也是唯一让乔少谦净身出户的证据。年年，年年，紧急报道：沈氏集团夫妻在前往医院的路上发生车祸，双双身亡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我就是太想你们了。孩子长大了，知道心疼父母了。对了，少谦和文婷没陪在你身边啊？他们筹备婚礼呢，我们过去吧。走。婉宁，我给你准备的这件婚纱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给你买10件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妈，你们来了。伯父伯母好。婉宁，你可算是来了，我为你重新定制了一套婚纱，你赶紧去试试吧。欧星也不知道擦嘴。今天我同意把女儿嫁给你小子，你要是敢做什么伤害婉宁的事，你知道后果。爸，你放心，我发誓，如果我做什么对不起婉宁的事儿，我不得好死。傻孩子，大喜的日子说什么不吉利的话呢？还不赶紧把新婚礼物拿出来！爸爸可是遵守承诺，今天婚礼上宣布让少谦担任沈氏集团的总经理。真的吗，爸？你让我当沈氏集团的总经理？白纸黑字还能有假？爸爸一向不喜欢乔少谦，却为了我的幸福，甘愿扶持这个饭桶进沈氏集团，最后却落个车毁人亡的下场。这次我绝不会让我的家人受伤。婉宁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可不能给你，我要等结婚的时候亲自宣布这个消息。好，感谢老婆给的大惊喜。婉宁，该化妆了。好，婉宁，你先好好准备，我带伯父伯母去婚礼现场了。居然是白磷，白磷燃点滴。婚礼开始正好是中午12点，太阳正毒，不完全能够引燃。重来一世，这件婚纱会穿在更适合她的人身上。婉宁，赶紧把婚纱换上，楼底下婚车等了半天了。老公，我想办一场不一样的婚礼，你能不能满足我这个小心愿呀？当然了，你有什么要求，我都答应。那好，
今天呢，你穿婚纱，我穿西装。你的意思让我换上婚纱？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啊。现在很多新人都在婚礼上这么玩。婉婷，我爸妈比较传统，接受不了这新潮的玩意儿。这有什么新潮的？我有一个男性朋友，就是穿婚纱结的婚，全网都知道他为了老婆不要面子，都夸他是个爱妻人士。要是我爸妈知道你这么爱我，为了我连面子都不要，那他们肯定会更快的接受你，更早的让你接手公司呢。什么？爸妈让我接手公司？当然了。他们都能让你当总经理呢，你还有什么怀疑的？现在呀，他们拿你当半个儿子看呢，公司不给你还能给谁？丢一次脸，既能留个爱妻的好名声，又能得到沈氏集团，一举两得啊！婉宁，接不接手公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爱你，我愿意为你换上婚纱。乔少谦，能让你动摇的果然只有名利，这次我要让你狠狠地败在名利之下。乔少强，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，居然娶到了沈婉宁这样的富豪千金，这也算是逆天改命。谁说不是啊？沈家就一个女儿，以后沈氏集团肯定是她的。沈总好，沈总好。都坐吧。啊，还是文婷贴心，把婚礼办得这么好。婉宁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的婚礼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我女儿最爱拍照，今天啊，一定要把她拍得美美的啊！新娘来了。沈婉宁，等我拿到沈家的钱，这些羞辱我一定会奉还回去。到了，该下车了。等会儿，你找什么呢？好了，下车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还不下车？该不会是反悔了吧？估计是要下车礼。这婉宁怎么还不下车？会不会是女儿想通了，不想嫁了？怎么只有新娘一个人？新郎呢？是啊，乔家怎么也不来个人来接亲啊？怎么只有沈婉宁？少谦呢？不在也好，免得婚纱烧起来伤到了少谦。这乔家也太过分了，这么大热天，居然让婉宁一直这么干等着。乔少谦呢？5分钟之内他要是不出现，这婚就别结了。伯父，您消消气，少谦他不是这种人，一定是有什么事给耽误了。要不咱们再等等吧。乔家这事儿也办得太难看了，是不识抬举。沈家千金可是夏家，他们家到现在居然没有一个人来。5、4、3、2、1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我越来越着火了！快跑啊！婉宁，新婚快乐！着火了！赶紧快救火！小姐，你赶紧灭火呀！不！这边太危险了，还是让我去救宁宁吧。宁宁，我来救你了！
你怎么和我混乱倒酒啊？你想烧死我女儿吗？我激过了头，我把酒当成水了，怎么办呢？现在，娘娘别怕，妈妈来救你。娘娘，娘娘。娘娘，爸妈，娘娘，你没事？沈婉宁，沈婉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是谁？你既然这么好奇，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？快救我！怎么会是少卿？穿婚纱的人明明是婉宁才对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文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希望被烧杀的人是我吗？是不是？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的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还不赶紧叫人拿灭火器！灭火器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。大家快看，在沈氏千金的婚礼上面，新郎穿着婚纱着火了。这么多人拍视频，可不能让我沈家落个冷漠无情的形象。周让让，灭火器来了！哎，给我，我要叫我老公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婉宁，我的腿好痛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老公，你放心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，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。快叫医生呀！大家快去叫医生呀！少谦，你再忍忍，我们已经叫了救护车。不愧是沈氏集团，排场就是大。今天过后，我就是沈氏集团总经理的妈了，还能天天看见年年这个大孙子。里面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新娘的婚纱着火了，被烧伤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那我们乔家岂不是要发达了？一个女婿半个儿。哎呀，我儿子就是沈家的继承人了。快让开，快让我进去！哎，让开！儿子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沈婉宁，你为什么让我儿子穿婚纱呀？妈，都怪我说我想要一场不一样的婚礼。上卿，他是为了我才穿上婚纱的。就是你矫情特殊，才让我儿子变成这样。沈婉宁，本来受伤的应该是你。话也不能这么说吧，现在很多人都这么玩，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新娘身上吧。换装是新郎和新娘两个人决定的结果，谁也不想这种事情发生啊！人家沈氏集团千金都这么低三下四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用我一条腿换来爱妻的名声，要是这时候把名声搞臭，我就白受伤了。妈，这都是我自愿的，你不要怪婉宁。医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公！医生，患者左腿受伤比较严重，需要立刻送往医院进行治疗。好像是白磷的味道。白磷是谁这么恶毒要害我老公？白磷易燃，放在婚纱上不是要人命吗？这是针对沈家千金还是新郎啊？要是被他们查出是我放的白磷，我就完了。白磷是什么呀？白磷是一种低温极易燃烧的化学粉末，今天这种天气足够燃烧了。哎呀，是哪个杀钱囊的要害死我儿子呀？必须把他这个凶手给我找出来！伯母，你先不要激动，医生说的是好像不是一定。再说了，这个婚纱的布料本来就是易燃的，说不定只是一场意外呢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出这个凶手。如果伤的人是我就算了，可是他们伤的是我最爱的人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。
沈婉宁这个眼神，怎么跟要吃人一样？婉宁，我也是害怕舆论会对你造成影响。没关系的，只要是为了少谦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现在就报警，我要让他们把所有碰过是婚纱的人指纹都排查出来。婚纱上的白灵是你放的。婉宁，这事就别报警了。今天是咱俩大喜的日子，这没准就是一个意外呢。就这么想为你的情人脱罪，我偏偏不让。不行，少谦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。婉宁，我腿好痛，你陪我去医院好不好？婉宁，现在少谦的身体最重要，还是先去医院吧。啊，快去！哎，儿子，哎呀，儿子，是你在婚纱上做了手脚，难不成你想烧死我儿子，是不是啊？这件婚纱本来应该是沈婉宁穿的，我怎么知道会是少谦？要我说，这根本就是沈婉宁她故意的。你在婚纱上做手脚的事，连我都瞒着，他怎么能知道啊？难不成他会读心术啊？我总经理一事还没公布呢，我就先踩了一条腿，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要不是我拦着，早就被抓进去了。少谦，我错了，我为了你这么多年一直在隐忍，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认了，难道你要为了这点小事凶我？幸好我跟沈婉宁已经把证领了，这个婚礼怎么样也无所谓，只不过我现在残了一条腿，任命总经理的事儿恐怕是得往后推推了。什么？我被沈氏集团辞退了？什么？难不成他们看我是个残疾，就一定要把我给踹了？儿子，那可怎么办呀？你信我，我有办法，我一定要让沈家亲自请你坐上总经理的位置。年年，哥哥的腿受伤了，等会儿要好好安慰哥哥。婉宁，你怎么带年年过来了？总不能让年年一个人在家吧？更何况妈都跟年年好久没见了。这就是我的大孙子。年年，快到你妈这儿来。宝贝年年，来到妈妈这儿来，来呀！年年，不可以没礼貌。忘了嫂嫂刚跟你怎么说？以前抢走乔少谦，现在连我的儿子都要抢走。沈婉宁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得到了沈氏集团，我也要让你尝尝被人抢走东西的滋味。如果我真残疾了，你会不要我？怎么会呢？沈小姐，您的丈夫乔少谦在婚礼上为你伤了一条腿，你却将他解雇了，请问这一情况是否属实？听说您原本打算在婚礼上宣布让乔先生担任沈氏集团总经理一职，请问现在您是否会因为他残疾而取消承诺呢？原来是收到了解雇的消息，害怕没了沈氏集团总经理一职，故意给我下套。只要我说一个不字，舆论就会骂我沈家没有道义。请问沈小姐，您是否要跟乔先生离婚？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。当然，我会和乔先生离婚。说什么？什么？老婆，你要跟我离婚？沈婉宁，我儿子为了你才变成这样，你要敢跟我儿子离婚，我跟你没完！乔先生为了你可能会断送后半生。沈小姐，你是不是太无情？沈家作为金圈豪门，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救命恩人的吗？想让我跟我老公离婚，除非我老公出轨。难不成他发现了什么？文婷，少谦他不知道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？婉宁，我爱你，你嫁给我吧，我这一辈子只会对你一个人好的。我知道我家境不好，他们都说我贪图你家的钱财，只有你知道我是真的爱你。我乔少谦发誓，如果我做出一件对不起你的事，我就净身出户，绝不拿走沈家一分钱财。我愿意嫁给你。当初少谦跟我求婚时做出的承诺呀，还是你负责录制视频呢。
我当然知道了。原来是求婚承诺。如果我跟我老公不是真爱的话，当初他跟我求婚呀，拿着9块9的戒指，我根本不会答应的。所以啊，除非我老公出轨，要不然我是不会离婚的。老婆，我发誓，如果我出轨了，我一定主动离婚，净身出户。既然你们夫妻2人不会离婚，那么请问您为何要解雇您的丈夫？您是否会遵守承诺，恢复乔先生在沈氏集团的总经理一职？因为我丈夫在投资领域上毫无天赋和水准，公司的业绩惨不忍睹，所以我解雇我丈夫，就是为了让他重新开始。1个月后，我会在云海酒店为我丈夫举办盛大的升职宴，让他正式成为沈氏集团的总经理。到时候也会邀请大夏各个名流前来参加。老婆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腿伤。马上成为沈氏集团的总经理了，太好了！1个月以后，我儿子就是沈氏集团的总经理了。沈婉宁这个蠢女人还真的答应。乔少谦，你不过是伤了一条腿，连我1/1000的痛苦都没有。到时候升职宴上，我会让全世界的人一起见证你的出轨现场。我要让你们主动履行净身出户的承诺。各位，我丈夫大病初愈，不宜待客，请先行离开吧。伤一条腿，换取爱妻的名声和总经理的职位，还真是划算。老公，这是我亲手给你煲的大补汤，你快尝尝，补补身体。多谢老婆亲手为我煲汤。好喝吗？老婆煲汤当然好喝了，就是有点燥热。这药见效可真快啊！你看什么病啊？不是我有病，是我老公。我老公他那里有问题，1个月1次都成问题。我听说你这儿有很灵的药。1天1包，炖鸡汤喝骨1个月，保证你幸福一生。不要嘛，这很正常的。医生说了，起码喝1个月呢。以后我天天给你煲汤。好，谢谢老婆。年年，跟妈回家，妈回家给你做饭吃，好不好啊？妈，年年跟我回沈家住就行了，你不用操心了。那怎么行了？年年肯定要跟我回家的，凭什么去你们家呀？是啊，婉宁，你让你的小叔子跟你一起回娘家，这不太好吧？我爸妈婚礼上受到了一些惊吓，他没有喜欢孩子，我想着带年年回去安抚一下他。毕竟少谦的升职宴还要跟我爸妈商量呢。最近婉宁呢？婉宁，你今天也辛苦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凭什么让他把我的儿子带走？好了，等我跟他离婚了，他们一家3口好好团聚了。沈婉宁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升职宴的事儿，帮我通知给所有的豪门世家，尤其是薛家那位当网红的千金小姐。我要让1个月后的升职宴被所有人都关注。好的。年年，住的还习惯吗？有什么不舒服的要告诉嫂嫂啊。对了，年年会不会写字呀？嫂嫂送给年年一个小本子，以后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写在上面。好了，已经很晚了，快回去睡吧。爸妈，我把乔年带回来，你们不会介意吧？不会，乔年这孩子啊，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性格非常好，我跟你妈呀都很喜欢。是呀，你婆婆老年得子，得这么一个好孩子，也算是福气呢。如果她真是我婆婆生的孩子，我倒是高兴。可惜她是我老公的私生子，
到时候真相曝光，恐怕会波及到他。对了，婉宁啊，你跟少谦的事啊，最近闹的是沸沸扬扬的，各大世家都非常关注少谦的升职宴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办。爸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举办一场让所有人都终身难忘的升职宴。怎么样，宝宝们，我够意思吧？还专门带你们来看升职宴会。是沈小姐和乔先生。哎呀，沈小姐好美呀！我也要去看看这对模范夫妻。好，好，好，带你们看。婉宁，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今天是你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亮相，我要给你最好的。婉宁，谢谢你。真豪华呀，还有这么多好东西。恭喜乔经理！恭喜乔经理！恭喜乔经理！恭喜啊，乔经理！恭喜乔经理！恭喜乔经理！怎么？你忘了，医生说了，你要忌酒忌辛辣。今天升职宴，我就喝一点点。不可以哦。今天这是最后一碗汤药，喝完这个就够1个月了。沈小姐可是集团千金，居然亲自为老公煲汤，难怪乔经理替得这么好。只要能为了我老公好，我愿意在厨房熬一辈子的汤。乔经理就别推辞了，赶紧喝了吧。好，听我老婆的。感谢我老婆这1个月以来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天哪，整整煲汤1个月，还有谁能做到？沈小姐真的是一个好老婆。辜负沈小姐的人，天打雷劈！乔少谦，今天这碗汤我可是加了2倍药量，好好享受吧。为什么我感觉比平时还热？少谦，怎么了？怎么出这么多汗呢？少谦，我没事。对了，我珊姐有东西没拿，我去取一下。还是我去吧，你这腿伤刚好。我去就可以了，你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好。各位，少谦他身体不舒服，你们先吃好喝好。少谦，怎么了？宝宝，沈婉宁，哪怕你装的再贤妻良母，少谦需要的还是我。我要举报云海酒店211房间有人嫖娼。年年，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宣布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少谦他怎么还没来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少谦说他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这么重要的场合他都赶迟到，他是把总经理一直当儿戏吗？儿啊，你赶紧回来吧，宣布仪式就要开始了。爸，您先别着急，可能少谦他真的有什么急事儿。有什么事儿比胜任总经理更重要？今天到场的可都是世界名流，稍微出一点差池都会惹人笑话。别急啊，亲家，我儿子马上就来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啊。
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复。他要是不想当这个总经理，有的是人要当。别呀，亲家，我儿子很想当总经理这个位置的。是爸，少谦他可能是去给我准备惊喜了。对，少谦去给婉宁准备惊喜去了。准备惊喜？对，这个月辛苦婉宁照顾我们少谦，少谦也想给婉宁一个惊喜啊，您就再等等啊，再等等。乔先生给爱妻准备惊喜，要是这个来直播，肯定大爆。沈小姐，现在全网呀都十分羡慕和乔先生这对模范夫妻呢。佳呀，她很想知道乔先生给你准备了什么惊喜，要不带我们去看看？在座的各位，想不想知道乔先生给爱妻准备了什么礼物呀？想。哎呀，沈小姐，你就满足大家的愿望吧。就是。那好吧，既然大家都想看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。哇，我的直播间人数第一次破10万！直播间的10万名粉丝宝宝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就要带大家去看乔先生给大家准备的惊喜。我可太期待了！让我看看乔先生这样的绝世好男人会给老婆准备什么礼物，我可得让我老公学学怎么给人准备惊喜。走吧。等一下，沈小姐，是这样的，我直播间呢10万名粉丝宝宝都非常期待乔先生送您的礼物，我想让他们看得清楚一点。好了，开门吧，沈小姐。乔少谦在10万人面前背信弃义，辜负贤妻，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。果然是惊喜，偷腥都不擦嘴。这怎么会有女人的衣服啊？少谦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？亲家母，这就是你儿子准备的惊喜？不是，这肯定是搞错了。爸，我相信少谦一定不会背叛我的。是，我儿子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婉宁的事儿。那就拜托沈小姐带我们进去看一看，我和直播间的宝宝们都会为你作证的。请大家放心，我相信少谦他一定不会背叛我的。如果他真的敢背叛我，那我相信他会主动遵守承诺，净身出户。天啊，沈小姐也太善良了，说不定真的有什么误会，赶紧进去看看。婉宁，你也说了相信少谦，我看就不要了吧。切开，这没你的事。我没怎么，怎么还带这么多人来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这才突然间有点不舒服，我就过来睡会儿，没想到一下子睡过。你一个人休息吗？那你床上为什么还会有其他人？就我一个人，床上没有其他人。天黑可能你看错了，你赶紧带他们出去。出去！郝少谦，真以为我女儿好糊弄是不是？我今天非要看一看，到底是谁敢插足我女儿的婚姻！爸，这床上没人，解开！乔少谦，猫和老鼠的游戏该结束。文婷，怎么是你？文婷，怎么会是你？文婷，你可是婉宁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畜生都不如的事儿？所谓的惊喜就是出去偷情啊！
沈千金无微不至的照顾她，她不仅不懂得珍惜，还干出这种事儿。沈千金，你快跑吧！这家子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婆婆尖酸刻薄，儿子花着你的钱在外面找小三。你竟然真的背叛我！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一个是我丈夫，一个是我闺蜜，我自问我没有对不起你们，可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你说你妈一个人在乡下养老，你不放心，我立马买一套房子让她住在市中心。你说你谈公务需要一辆车，我二话不说去给你买最新款的豪车，是不是？还有你文婷，我拿你当闺蜜，你喜欢那些名牌包包首饰，只要你想要我都给你买。你说你要出国留学，我二话不说就给你转学费，你却背着我跟我的丈夫搞在一起。老婆，我不是你想的呀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，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？我女儿为了让你坐上总经理的位置，不惜用绝食来逼我这个老父亲。我是舍不得我女儿受苦，你真以为你有本事坐上总经理吗？乔少谦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滚出沈氏！我把话撂到这儿，谁要是敢帮他，就是跟我沈家为敌。就这种不知廉耻的人，我程家以后绝不录用。没错，我要把他们拍下来都发到网上，让所有人都唾弃。爬到网上去，让他身败名裂。我儿子不过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不准拍摄，不准拍摄，都给我滚，都给我滚！这也太过分了，回去就曝光他们。就是那婆婆还打人。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这也是我一时鬼迷心窍才会做出这种的事儿。你放心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跟他断绝一切关系。你给我滚开！婉宁，今天必须得跟他离婚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沈婉宁死心塌地的对我，只要我哄哄她，她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婉宁，我知道我让你伤透了心，可是我有多爱你，你是知道的。你要是跟我离了婚，我会活不下去的。原谅我这次好不好？沈婉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眼神跟以前不一样？为什么还不原谅我？陈少谦，我们离婚吧。婉宁，你那么爱我，怎么会跟我离婚呢？婉宁，你不能跟少谦离婚呀！这一切都是因为他，都是他，就是他耍狐媚手段勾引我儿子，我勾引他。婉宁，你不能因为文婷的错而伤害了你跟少谦的感情呀！文婷，我让你看看，你费尽心机想抢走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。少谦，你妈她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都是文婷的错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当然是真的，当然是真的，都是这个贱人，她勾引我。乔少谦，你是不是男人呢？文婷，你给我闭嘴！现在全网都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你居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，你休想！婉玲，我那么爱你，怎么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呢？都是这个贱人，她勾引我，她还给我下药，我把她当成了你，才做出这种事儿来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婉玲，我绝对不可能背叛你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沈婉宁啊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很贱。你以为他真的爱你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跟乔少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情侣，都是因为你的这样做才毁了这一切。他这是想把我害死，不能让他继续说下去了。文婷，你不要在这胡言乱语。婉婷，他才不是什么小三儿。你为了钱，连我们的过去都要抹去了吗？沈婉宁，你以为他跟你结婚是因为爱你，他是为了你们沈家的钱。所以你是当时有女朋友的情况下还跟我求婚？不是这样的，都是他在说谎，他这是一面之词，子虚乌有啊！婉婷，你才是我的初恋呢，
乔少谦，你还敢狡辩？哪怕是下地狱，我也要跟你做一对亡命鸳鸯！对了，我们还有个儿子呢。你说什么？不行，我必须把他弄走。你们两个有孩子了，乔少谦，你居然跟别人都有孩子了，还敢求娶我的女儿！爸，你别听他胡言乱语，他就是个疯子，他对我爱而不得，他这人精神有问题，我怎么可能跟他有孩子嘛？我现在就把他轰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！你放开我！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当年出国留学，就是为了生下这个儿子。而且还是乔少谦，是他让我哄骗你给我出国留学的费用的。他这是想破罐子破摔，想把乔年的身份公之于众。我不能让他伤害乔年。你们两个真是畜生都不如！那个孩子到底是谁？乔年就是我跟乔少谦的儿子。乔年就是我跟乔少谦的儿子。年年是少谦的弟弟，怎么成了你和少谦的孩子？你们，难道你们远了一早你们就搞到一块儿，还让我女儿替你们养儿子？妈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精神不正常。我精神正常的很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可以去验 DNA 啊！乔年他就是我的儿子。啊！你再胡说八道一句试试。年年，你先回家好不好？为什么不愿意呢？他是我爸爸。为什么年年要这样做？我从来没有在乔年的面前提过他的身世，乔年是怎么知道的？年年，我是你哥哥，你怎么能骗人呢？小孩子是不能骗人的，还是说有人威胁？哎呀，年年，我才是你的妈妈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年年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团聚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才是你的亲妈，你为他哭个什么劲儿？你不想走是吧？好，那你就在这儿给他待着吧。我这是重生了。我10月怀胎辛苦生下的儿子，心里果然还是向着我的。文婷，你要干什么？乔宁是我的儿子，当然要留在我的身边了。不过，只要乔少谦当众承认我跟他之间的关系，我可以不计前嫌，原谅你。他是你儿子，又不是我儿子。你说什么？儿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爸，儿子没有可以再生，但是我要承认的这件事，是我一切都不要呀。也是，反正这个乔年是个哑巴，不如让少谦和沈婉宁再生一个。婉宁，这个孩子是他跟别的男人的野种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。乔少谦，你为了荣华富贵，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认了吗？不是我都认什么？我的儿子只能是从婉宁的肚子里出来的。婉宁，她根本就不配做你的闺蜜，当初就是她勾引我，怕你被最好的朋友背叛，怕你受到伤害，才没敢告诉我。婉宁，我们在一起6年的感情，绝对不会被她轻易的破坏。我最爱的是你呀，婉宁。你真令人恶心。婉宁，是不是你的孩子？去医院一查便知。如果他是你的孩子，我们沈家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好，去医院查 DNA。只要过了这一关，再换一份假的鉴定报告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哼，只要糊弄好了沈婉宁，沈家这俩老头也不敢说话。婉宁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妈知道你爱着少谦，但是要是那孩子真是少谦的，你必须跟他离婚断干净。可是乔年还这么小，他是无辜的，我
我怎么可以把他牵扯进来？这是什么？乔年和少谦的鉴定报告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年年怎么会有精子报告？乔少谦，没想到来，这检测报告上写的一清二楚。亲家，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打人呀！不对呀，那亲子鉴定报告我明明已经生了，怎么会在年年生了？爸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举办一场让所有人都终身难忘的升职宴。那行，我跟你妈就先上楼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只要让大家亲眼看到乔尚谦出轨，就足以让他净身出户，没必要把乔年牵扯进来。孩子是无辜的。沈婉宁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乔年和乔少谦就是父子。年年，你真是妈妈的好儿子，来，到妈妈身边来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了，故意帮嫂嫂的，对不对？谢谢你，年年。年年是个好孩子。乔年，我才是你妈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！根本就没有资格做年年的妈妈。我辛辛苦苦怀胎10月生下的她，这身上流的都是我的血，我才是她的亲妈。年年，你刚刚不是还在帮着妈妈吗？快到妈妈身边来。年年不想回去，你也不配做年年的妈妈。我们沈家也算是把你当做半个女儿来疼，竟然跟着这对母子一起来骗婚，谋夺我沈家的财产，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少在这儿说的冠冕堂皇了，你只不过把我当成沈婉宁身边的一条狗吧，把她不要的东西扔给我，可怜我。既然你说我们不把你当人看，那你就别当了，我要报警抓你们进去吃牢饭。婉宁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做这种糊涂事儿了。婉宁，你这次不能真的再任性了，一定跟这帮人渣划清界限。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这次绝对不会再犯糊涂。乔少谦，我们离婚，把我给你的房子、车子以及你给小三花的所有的钱全部给我拿回来。沈婉宁，你疯了！那些东西都是你自愿给我儿子的，凭什么要回去？我不仅要拿回这些东西，我还要让他净身出户。乔少谦，你出轨的视频已经在全世界传遍了，就算你们去打官司，也是没有胜算的。我不同意离婚，给了我的就是我的，还想要收回去，门都没有。我们收到举报，这里有人嫖娼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就是他们两个在这儿乱搞不正当关系，网上全都是他们出轨的证据。警察同志，我是三好公民，我怎么可能嫖娼呢？你们不能抓我儿子，我儿子都没有嫖娼。婉宁，你赶紧给我儿子作证呀！你总不能忍心的看着我儿子被抓进去啊！警察同志，我作证，他就是嫖娼，而且他们还联合骗婚，你们把他们一起抓走吧。你们两个跟我走一趟吧。我爱我的儿子！我不想！沈婉宁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警察同志，我要举报沈婉宁，她虐待我儿子。虐待可是重罪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的确虐待了我儿子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检查她身上的伤。小朋友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是来保护你的。
年年，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伤啊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这不是我弄的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。我女儿把她当做自己亲生孩子看待，不可能虐待她。你听我说，如果他没有错，我们自会还他一个清白。小朋友，请你不要妨碍公务。我让你害我儿子进局子，你也给我进去！哎，赶紧把这个女人抓进去！好害我儿子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写什么写？让这个小白眼狼害我儿子！他没有虐待我。你为什么要虐待乔年？我没有虐待他，可乔年身上确实存在很多新旧不一的伤痕。这个事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，我也很想知道真相。请问你亲眼看到沈婉玲虐待乔宁吗？是的，我亲眼看到了。沈婉玲她仗着自己是沈家千金，私底下让乔年做饭、擦地、洗衣服，而且心情稍微不好就会对乔年进行打骂的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沈婉玲她讨厌乔年人尽皆是。我记得有一回，乔年拿着剪刀剪烂了沈婉玲的名贵包包还有裙子，沈婉玲就不能着所有的面把乔年拖进了房间，然后我就看见乔年哭着从房间里面出来了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这个衣服多贵吗？你就把它剪烂了。婉宁，你别生气啊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正是爱玩的年纪。有目击者说，乔年经常捣乱，毫无底线破坏你的名牌包包和衣服。确实有这个事，所以你怀恨在心，把他拖到房间里面虐待。我没有，我是看到他胳膊上有伤，所以把他带到房间里上药，顺便安慰了几句，他就哭了。他弄坏你的衣服，难道你就不生气？那些名牌包包、衣服，我要多少有多少，根本不会在乎那些价值。你在这里等我。小朋友，有什么事吗？这是什么？打开。你可以走了。有人证明你和虐童一案无关。是谁给我证明的？这是乔年的笔记，真相就在里面。3月2号，今天文阿姨又来了，她把嫂嫂的衣服、包包都剪坏了，还说是我剪的。嫂嫂没有怪我，还给我上药。给我记住，这些都是你剪烂的，听到没有？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这些衣服有多贵吗？全被你剪坏了。婉宁，你不要生气啊，这孩子小不懂事儿，正是爱玩的年纪。来，忍着点啊，再坚持一下。明天文阿姨来接我放学，我不想上她的车，要等嫂嫂。但是文阿姨很生气，把我拉上车，还把嫂嫂送我的月费扔掉。快点上车！这是沈婉宁给你买的，给我摘下来。以后他给你买的东西都不准带。
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见嫂嫂死了。这次我要好好保护嫂嫂。原来他一直都在。嫂嫂，年年，我们回家。要是让我知道哪个杀千刀的举报我，我跟他没完。这次都多亏了年年，我才能没事儿。年年就是我们家的大功臣。他明知乔年是我的私生子，还这么疼他，果然是爱屋及乌。沈婉宁的心里肯定还是爱我的，只要我再哄哄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婉宁，婉宁，我们回家吧。乔少谦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都说了要跟你离婚。婉宁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我知道你还爱我。再说了，这一次是文婷的错，我保证以后我身边再也不会有其他女人。你还真是自信啊！我早就不爱你。离婚协议书赶紧签了吧。婉婷，这些年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真要跟我离婚吗？你为我的付出，你指的是这个9块9的戒指？我现在还给你，咱们两个两清。我沈婉宁从来就不是什么垃圾回收站。不行，你难道忘了吗？当年你上大学贫血的时候，是我救了你的。涂姐，你醒了。是你救了我，你的恩情早就2000，这些年我还你了不知道多少，你少用这个事情再来绑架我。不，你还没有还清，这条腿也是因为你受伤的，你不能不要我。你的腿啊，关我什么事？白灵是文婷放的，你去找她。你知道是文婷做的？你明明早就知道一切都是文婷做的，却用这个来道德绑架，让你当上总经理的位置，你真令人膈应。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一切，所以你故意让我穿上婚纱，让我在申职宴上出手，这仅仅是你报的，是你让我身败名裂的吧？这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承认。警察同志，这里有人蓄意杀人！怎么回事？谁要谋杀你？就是这个贱人，他让我在全世界面前出丑，还让我净身出户。好吗？你们现在强行走掉。等会儿，你们让我儿子去哪儿？警察同志，你看到了吧？他们还要绑架我儿子，赶紧把他们都抓起来！你现在越疯，对我越有利。这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我的，这是我俩的亲子鉴定书，是他爹。警察同志，这是孩子写的日记，里面详细记录了孩子父亲常年出轨，对孩子不管不顾的证明。佩婷，一个小孩子的日记，你把它拿来当证据？另外，孩子的父亲情绪极其不稳定，没有稳定收入，还有暴力倾向。我认为他没有资格抚养孩子。你这个贱人，再跟我说一次试试！你再胡搅蛮缠，我就把你关进去。你们的情况确实很复杂，但是基于孩子的原生家庭原因，沈小姐确实有权利收养孩子，只要孩子愿意就可以。小朋友，你愿意跟谁一起生活呀？我愿意和嫂嫂一起生活。既然孩子愿意跟你一起生活，你按正常的收养流程走就可以。我不同意，我是孩子的爹，今天没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能带他走。乔少谦，你有什么资格当乔年的爸爸？你管过他一天吗？你有没有关心过他？那和你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无关。我会让律师走正常司法程序收养乔年。如果你要抢的话，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当然，就看你打不打得起官司。你怎么办？我真怪人家，沈婉宁，你害我没了钱，丢了地位，还把我儿子抢走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等着！宁宁，这次的事情委屈你了。妈，我没事儿，都怪我自己任性，不听你和爸的话才会被骗。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做出伤害你们的事儿了。婉宁，你长大了，这下我放心把沈氏集团交给你了。把集团交给我？我打算让你接替我的位置，担任沈氏集团的董事长。爸，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呢。好了，爸爸相信你有这个能力。今天召开董事会是要宣布一件事儿，我决定
把董事长的位置交给婉宁，今后婉宁就是沈氏的掌权人。她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，怎么能当公司的掌权人？前段时间她丈夫出轨都闹得满城风，把公司交到这么一个连自己丈夫都管不住的女人手，这样传出去，对公司的影响得多大？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她年纪轻轻又没有成绩，怎么能当得了掌权人？各位董事觉得我没能力，不妨跟我打个赌吧。要是我能拿下城东竞标的地皮项目，你们就承认我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这块地皮至少有13家在争，程家也放出消息要拿下这块地皮。你要是能拿下，董事长的位置交给你，我毫无异议。只要能帮公司赚钱，谁当董事长我都无所谓。董事长真要交给他？年轻人，吹牛也要有个限度，是不是吹牛？1个星期之后就知道。不行，我要赶紧告诉乔哥。不行，我要赶紧告诉乔哥。沈婉宁要参与竞标城东地皮，接手沈氏集团。我知道了，你继续潜伏，有什么消息立马告诉我。城东地皮可是首富霍家在金圈最大的项目，沈婉宁一个完全没有商业头脑的恋爱脑，还想跟我争，痴心妄想。老婆辛苦了，来喝点水。对不起啊，老婆，都怪我，忙什么？没事，我去处理。这是首富霍家的项目，要是我能拿下这个项目，这不是直播出轨的乔大经理吗？听说你能帮我拿下霍氏那块土地的方案，只要陈总肯帮我，我势必帮你拿下霍家的项目。你的条件是陈总帮我拿下沈氏，让我当上沈氏的总裁。你的胃口还真不小，你想击溃你老丈人一家。既然陈总不愿意，那我只好去找王董了。听说王董对那块地皮也是势在必得。慢着，只要你帮我拿下竞标，你所有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。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喂，是江氏银行吗？我要贷款5000万。沈婉宁，没有你，我照样可以住豪宅，开豪车。城东地皮是首富霍家的地，由霍家二少霍萧接手，帮我联系他见面。可是怎么了？这位霍家二少性格古怪，黑白2道通吃，花边新闻一大把，他未必会答应见面。您确定还要联系他吗？联系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拿下竞标项目，坐上董事长的位置。好。嫂嫂，年年，嫂嫂，我给你做了饭。哇，年年，这么多饭都是你做的，快尝尝我做的饭好不好吃？这么好吃！年年，你想想，年一怎么会做这个？以前王阿姨让我学做饭，她说小孩子就应该从小学会做家务，这样子才能让别人喜欢。做个饭要这么久，你要饿死我吗？你做的这是什么呀？做个饭都不会做吗？年年，
小孩子开心快乐就好了，不用学做家务，别人也会喜欢的。我们年年以后不用做家务讨好任何人，只用开心做自己就好。谁啊？乔哥，我在楼下给你送纪念文件。乔哥，谁呀？扰人清梦。滚一边去！你在楼下等我，我马上下去。没想到让助理联系这位霍二爷，他一口就答应见面，想来也没这么难沟通。不会是发现我了吧？你好，请问霍肖先生在哪个房间？我约了他见面。好的，您稍等一下，我这边帮您查一下。霍肖先生住2401房。好，谢谢。沈婉宁，他就是金圈太子爷。霍少你好，我是沈氏集团沈婉宁，我想跟您谈一下关于城东地皮的项目。他居然是沈氏集团的千金，你不记得我？我们认识吗？沈婉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关你什么事？好你个沈婉宁，我说为什么要跟我离婚，搞了半天这外面早就有人了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怎么敢做不敢认是吧？沈婉宁，你玩的挺花呀，这房都开到酒店来了。跟我离婚就是为了跟这种货色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这种货色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放肆！你知道你眼前站的人是谁？谁呀？天王老子来了我也敢骂！放肆！你知道你眼前站的人是谁？谁呀？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敢骂！嘴那么臭，还是洗洗。笑什么笑？把眼睛给你挖掉！乔哥，乔哥，你没事吧？沈婉宁，你给老子等着，迟早让你后悔。现在可以好好聊聊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也是为了这块地皮来的吧？是的，我希望霍少你可以给我几分钟时间听听我的方案，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你这是在瘦肉可观？当然不是。你要是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我就考虑考虑，听听你的方案。什么要求我要你做我女朋友，我就听听你的方案。这位顾家二少性格古怪，黑白两道通吃，花边新闻一大把。霍少，你别开玩笑了。
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我离过婚，还带了一个孩子。离过婚有经验，我更喜欢。那我还是走正常竞标流程吧，打扰了。听说沈氏会参加竞标，没想到派一个女人来。沈氏不会是没人了吧？怎么？你是怕被一个女人比下去了？开什么玩笑，我会怕你？一会儿上台了可别瑟瑟发抖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小情人呢？怎么没陪你来？该不会知道你是个二手货，把你给踹了吧？真聒噪！霍氏集团的竞标会治安这么差，什么安猫二狗都能进来。沈婉宁，你就别逞口舌之快了。我可以看在夫妻一场份上，只要你放弃竞标，跪下来跟我道个歉，我没准就能放过沈氏的。这话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我的企划书一定是最好的，我一定会赢。好，到时候别哭着来求。果然是纯女人，方案和文件早就被我拿走了，还不知道。请大家安静，竞标现在开始。我们本次的企划书中呢，包含了社会责任、环境保护以及人文关怀。感谢各位的聆听，谢谢。等我帮陈氏集团拿下竞标，就是你沈氏的死期。下面有请陈氏集团代表上台发言。我是陈氏集团的代表人。关于这次的企业规划，我们陈氏集团给出了以下6个项目。首先是项目规划。这怎么可能？乔少谦怎么会有这份企划案？这明明是我，这些数据都是我整理出来的机密数据。乔少谦是怎么拿到的？小先生的方案很不错，很符合我布置的要求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。当然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，没有人的方案会比我好。沈婉宁，还不认输？你哪来的方案？早就和你说过了，把沈氏集团交给我，我还能给你一份工作。嘿，保洁工作怎么样啊？事情没到最后，谁去扫厕所还说不定的。不过换作是我可不会让你去扫厕所。果然还是个恋爱脑，因为你会把厕所弄脏。下面有请沈氏集团代表上台发言。哼，一会儿我再看还怎么嚣张。什么情况？沈氏和程氏竟然用同一份企划案，到底是谁抄袭谁啊？你们不知道吧？乔少谦和沈婉宁之前是夫妻，乔少谦出轨了，前段时间才离婚。该不会是沈婉宁为了报复乔少谦拿了他的方案吧？沈婉宁，听到了吗？就算你是沈家千金又如何？大家还不是会站在我这边。沈小姐，请你对此做出解释。
各位是不是觉得我跟乔少谦的企划案一模一样？乔少谦刚才的企划案不是他自己，而是天才策划师大卫的作品。是大卫，是那个拿下上百亿项目的霍氏集团前任总经理。可是他不是消失好多年了吗？我见过大卫的企划案，虽然很像，但是大卫的企划案没有乔少谦的这么优秀。这份策划案是我在大卫的基础上进行修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乔少谦偷走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偷的？你要是拿不出证据，这就是诽谤。沈小姐，你怎么证明乔先生的方案就是抄袭的？大卫曾在霍氏集团就职过，各位霍氏集团的高层都见过大卫的作品及他的风格吧？那是当然。这里就是证据，大卫会在他的作品上有专属的符号，而刚才乔少谦的作品也有这样的符号。沈婉宁心思真歹毒，居然拿别人的企划案来设计我绝不能败。你说这是什么大卫的策划案？可你不也是一样，拿着他的策划案想，你就是不想输给我，恶意在这诽谤。再说了，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，谁知道你那个是不是 AI 的？在座的各位都知道，你们沈氏和陈氏是商业的死对头，你不就是怕我拿下这块地皮吗？所以这一切都是他污蔑我的，大家不要相信。说的是啊，大卫的企划案早就不见了，他怎么可能会有啊？商业盗取可是要进局子的，他也真够心狠的，为了拿下地皮，不惜诋毁前夫抄袭。我只是向各位说明乔先生的作品来源，大家信不信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这才是我的企划案。关于城东地皮的项目，我是在城东区域的民风民俗上进行了增改。接下来我会从公司团队介绍、项目运营分析、创业项目简介、未来风险管控4个方面进行介绍。沈婉宁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方案？谢谢大家，这就是我的作品单了。这是我见过最好的企划案了。没错，是这比大卫的企划案呀还要优秀。沈小姐，我们霍氏选择你的企划案，与沈氏合作。沈氏很高兴能和霍氏合作，相信我们未来一定能合作共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不能和沈婉宁合作。不和他合作，难道和你这个抄袭者合作吗？霍总，霍总，金圈太子爷那个霍总，小白脸儿。沈婉宁，你居然舍得给他买这么贵的西装，让他冒充金钟太子爷，霍少啊！我警告你，他是你惹不起的人，你别自讨苦吃。沈婉宁，你还跟我演上了是吧？他不就是一个被你包养的穷小子吗？装什么呢？他要是霍少，那我霍少他爹，就凭你也想当我爸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的人吗？我是陈总的人。要是陈总知道了，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你们两个等什么呢？有人冒充你们霍氏集团的二少爷，还不赶紧报警啊！霍总，霍总，他怎么可能是霍总？你们认错了。霍总，我先回公司了。告辞。你真的是霍少？现在你还想当我爸吗？霍少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我这次好不好？都要用商业机密抄袭设计方案，这些罪加起来够你进去待一整天。霍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放我一次呗。你想怎么处理？我不，咱俩好歹夫妻一场，而且
我还救过你2次，为你输过1次血，还为你被火烧了1次，你就把我跟火烧救就行。你也为他输过血。什么叫也？什么叫也？这女孩是贫血，你刚给她献完血，不能剧烈运动。知道了，现在滚。这不是沈氏集团的千金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哎，童爷，你醒了。是你救了我。要是我能成为沈氏千金的救命恩人，这辈子就不愁吃穿了。原来当年不是幻觉，真的有伤疤，所以救我的人是你。我顶替那个人是你啊？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捡了别人的救命之恩，对我予取予求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我要他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是，火烧！霍少，谢谢你当年的救命之恩。拖了这么多年的救命之恩，你打算怎么报答我？霍先生，你希望我怎么报答你？做我女朋友，我们试试。霍先生，以后请多指教。沈小姐，余生请多指教。